这一次的口号就是坚决不会睡大街了。这演出即将开始，各位准备好了吗？你是单身吗？是的，没人在乎。你看，有人说叫我黑长直，但从来都没有人叫爱因斯坦白短卷啊。翟亚宁突然 get 到你的魅力了，我再也不骂你了，宝宝。一个红灯，你跟我这么大声说话啊？红灯重要，我重要啊！你跟红灯过去吧，你让红灯给你生孩子，给你生个小灯。我一般都不评价别人，哎，直接打，直接飞踹啊，扔鞋，吐嘛破。郭老师照成这样，不要欺负宝宝。哎呦啊！哎呀！啊！哎呦，错了！你错哪了？再也不敢了。干啥都先上咸鱼。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这边开始摆凳子，全部往前推，小摆岔开一点吧。就让他们挤。咱们把这个边边角角擦一擦，包括这个导师席往上面撒点钉子啥的，来个苦力，搬凳子的苦力，快来，来鼓励了，算了。好了，咱们再慢点儿。哇！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好朋友南湘，又有艺术气质，又有美艳皮囊，是我心中色艺双馨的楷模。哇！仙女下凡坐商务车，你说这怎么回事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欢迎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要不要脱一下裙子？您来告诉我怎么脱啊？对，这带着帐篷来的，待会儿就要露宿街头了，靠这个啊！你们俩拎着一点。那好嘞，您往里走，哎，好嘞。你们是不是没有铺红地毯啊？我这样子。哎呀，真的是怎么会没有红地毯呀？我给你抠点鼻血。来，好嘞，请坐。哎，那你今天你比如说稿子上面有没有什么想要？太专业了哈！一上来就工作嘛，聊一些家常嘛。你们女生有没有什么八卦要聊一聊啊？哦，聊家常。哎，刚刚一看到你，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发自内心的很想问一个问题。哇，这个内心。你人生中有那样一个瞬间，就是你突然意识到自己跟普通人长得不一样吗？我是真的很好奇。我好像比较属于小时候好像不太能理解。大家一直说我漂亮是什么意思？哎呦，他们都说，哎呀，长得好像洋娃娃，而且他还要捏一下你的鼻子，因为他觉得你鼻子翘。越捏越高。哦，是这么捏成的。鼻子扁的小孩，别人说这鼻子怎么这么扁，这么扁，越按越扁。长得好像洋娃娃。然后，但是您体态上要一直保持，就是说一定要很板正。所以如何保持一个优雅的体态？哇，真的很难，说实在的，其实我现在翘腿都不行了。哦，是吗？这样其实是对体态不好的，因为你骨头会歪掉呀。哦，你听听。如果实在已经不好了呢，端坐还有什么用？我觉得那个去正骨也蛮有效果的。对，我等一下可以推荐那个一个蛮厉害的正骨师，还有一个很舒服的那种音波的疗愈。哦，太好了！音波疗愈，对，这是什么吹哨吗？是什么音波？音波就是用一种像个波一样，一个像碗一样的东西，然后你敲出它，敲那个送波这样。哇塞，就是说家里一直在敲这个，在管向左，对不对？是说别再放下，别再放下。要不咱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福利或者
福利。今天正好，如果他们都特别好，咱们给他们正鼓。对，因为脱口秀演员每个都里里白结的，可能就是天天的写稿，人都废了，你知道吧？一堆废人。正好让他们这个身体健康，通气，对，是吧？身体更健康，能写更多的段子。其实目前为止，相对有一点点忐忑的就是待会儿要说脱口秀。对，但是我们非常期待看您的脱口秀，因为就是像您这么这个圣洁的脱口秀很少，就是大部分脱口秀的演员就是一上来就是感觉自打出生就没过过好日子，这个是吧？翟佳宁吧，你说的。哇，不错啊，第一次来这地方挺漂亮啊，这小鲜鱼。这是我作为常驻演员的第一个脱口秀节目，我也会尽全力让这个内容笑点尽量的足，它必须火，一定的。No funny, no sleeping。哎呀，大老师，哎呀，郭老师，哎呀，刘姐。我们这位那个总监制来了，翟制，这不是翟老师。今天所有从开场到哪儿，包括请您，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这是我给你打个电话。哎，对，打车费都我付的。啊，对，辛苦了。我们现在在看郭老师的稿子，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哪地方很好笑？假如哪个什么你会说话吗你？你没看呢就直接骂呀？不是，我就问吧，问。他就是这样，他这个人说话非常难听，一会儿拖出去斩了。哟，你们都来了！哎呦，老师你好，老师你好。这是我们另一个主理人啊，你好。周奇墨是那种特别聪慧、温文尔雅，但同时又非常的睿智。对，那我们就只能靠周奇墨老师了。靠我什么？怎么突然就靠到我这里边？就是我们说最开始说那个大家好，我是郭碧婷，大家就开始啊，好美啊，好美，好美啊！我们为了让他能进入到喜剧的情绪里，是不是可以先互动一下？正在等这个扑呢，你看心理节奏，马上啊，节奏已经出来了，10秒钟啊，差不多就要一个大爆梗就要出来了啊！今天是消失的，这其他，我觉得现在这搞得挺好。老师们，我们马上开始了。来，我们走了。好嘞，来，行嘞，那咱们去公布上场名单吧。行嘞，让我们掌声欢迎翟佳宁！他来了，他终于来了！哇，各位前2期辛苦了啊，替我照看这剧场啊，这期你们就歇着就行。真的呀？好嚣张啊！哎，如果万一要是不好笑呢？不好笑，我一人露宿街头。在美国露宿习惯了，可能。对，他有街头气质。今天咱们有很多新的演员来到现场了，大顺来啦，二豆、孙玉、小何。今天上场的人员是蓉蓉、大顺、思雨、楚哥，哎呀！楚哥怎么了？看惯了是吗？要这么叫等人？领导，二狗，大齐，今天我们来一起作战，绝对不会露宿街头的。你好，祝您婚宴愉快，里边请，给好欢迎光临。好，第一排坐啊，一会儿靠你们了。我蓉蓉，快再逛这个腿剧场去。我随便顺序吧。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演出现场，我是今天的热场演员包干。台上，咱都给他们鼓一点掌声，行吗？接下来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周奇墨，留点劲儿吧，留点劲儿吧。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谢谢。
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大张伟。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好了，大家好！行了，就玩的开心，玩的开心，玩的开心。欢迎回到全宇宙最没压力的脱口秀现场，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掌声欢呼！今天还来了一位清冷治愈的女神，让我们有请本场幕后总策划大宅，还有他的必胜法宝郭碧婷。欢迎二位，好美呀，好美呀，翟佳宁好美呀，翟佳宁。女神，大家看见我们郭碧婷女士的这个长裙其实是剪短过的，最开始有8米多长，在门口见面的时候，一来的时候啪一接，我一辆车出来了。今天呢，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了，因为我们要配合我们郭碧婷这么完美的这个打扮呢，我们每个人都穿得非常的光鲜亮丽了。小陆老师，您来介绍一下自个儿这身衣服。我这身啊，原本是要 cos 顾里的，刚刚我那个假貂实在是太热了啊，所以我就换上了一件正常的大宅的西服。哎，今天您这位穿的是我本来这套是准备结婚用的，哎，对是，今天拿来 cos 功名啊，功名利禄这一块啊，是不是？哎，对，您穿的这是今天这么的 cos 那叫谁？西城是吧？完全没看出来。低配版。哎，郭碧婷老师，您录节目的时候，那个为什么一直朝这边？因为是喜欢向左，对不对？很多人大家上网上看见了，我们向左先生其实穿的非常的先锋。你看看向左这件衣服，哇！他穿那些衣服，在他穿之前，您知情吗？不知道呀。不知道啊。你也是在电视上才看到的。对，我跟大家一样，都在电视上看到。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哎，对。向左，因为之前上一个节目也讲了脱口秀，您觉得他讲的怎么样？到您的预期了吗？挺好的吧。他会推荐。他会叫我们跟孩子一起看，全家一起坐着看向左老师的脱口秀。哎，如果跟着家人一块看，他的笑点认为自个儿特别好笑，家里人会看他的脸色，对不对？然后他觉得哈哈哈，你们就会觉得他觉得好笑的地方一定要陪着笑吗？也倒不会，因为孩子们看不懂嘛，他们只是觉得有个人站在那里，我就会说你们再看仔细一点，这个人是谁？孩子们都没认出来是吗？因为爸爸跟着穿那个衣服上。如果您来看脱口秀的话，因为您第一次参加嘛，就是觉得什么样是一个特别好的脱口秀，在您心目中？我觉得应该每个脱口秀演员的表演都是大家值得欣赏的，但因为我可能有一些就口音的问题吧，可能会有点看不懂。所以今天是不是有时候也要伪装一下？就明明听不太懂，但是也要伪装的营业笑一下。好笑，或者挥下裙摆，好好笑啊！我一会儿觉得好笑的，我就这样，太好笑了。哎，翟老师，如果您本身都这么厉害了，您看别人脱口秀，你会怎么评价？我一般都不评价别人，哎，直接打，直接上手，直接飞踹，能动手为什么要动嘴呢？不嘛踹。咱就这么录啊！对，咱就这么录。好，不行，来，您说，您觉得好笑的标准是什么？我感觉只要现场那个观众就开心，然后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个尺度的段子，就不要端着。我感觉脱口秀就不能端着。你看见没有？冠军的理解也就不过如此，也就这样而已。是，也没说什么金句。好的，其实我们这个什么标准呀，都是观众说了算。所以说，各位手里有这个意见卡，对不对？意见卡就是各位的尚方宝剑了。
然后5星就是好笑，单场4星以上超过70%的，为新人演员解锁奖励，没到70%，今天就是进入街头。那么10场演出之后呢，总好评比例到达70%以上的，直接解锁终极大礼，就是向佐所有的衣服都归你了。那可穿不过来啊！太多了，哇塞！是2026全年的大卖全国巡演。当然了，我们节目的真正的演员呢，是我们脱口秀的这些新人演员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棒棒的！好的。这一次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翟老师他是排兵布阵的，对不对？哎，我们这一次的口号就是坚决不会睡大街了。现在演出即将开始，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别来劝劝我呀！差不多，不用，可以了，谢谢你啊！有请今天的热场大嘉宾二狗。感谢，今天特别荣幸又来做了热场嘉宾，各位认识我吗？很好。然后我可能以交友啊，然后这种爱情相关的题材进行一些互动，可能会有一点点冒犯性，可以吗？可以。那我就下来互动，可以吗？真的可以啊！我有个口号，各位知道吗？啊，来了啊！众所周知，我们一直卖的第一排是。这你们都知道，很好。那么就随便问了啊，这个啊，拖把头，可以这样称呼你。拖把头，第几次看到我演出？线下是第一次。你怎么还有口音呢？现在？今天是一个人还是？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今天是一个人来的。什么？不是一个人来的。哦，接到举报，他说不是一个人。这个帅哥想说话，这个帅哥是单身吗？是单身。哦，那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喜欢郭碧婷。你配不上她。我知道。开玩笑。那你找一个好不好？你今天单身多久了？头发头。19年。单身19年，就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啊？是的。什么原因呢？身边没有碰到过喜欢的女生有啊。哦，那你追过她？没有。那你说什么原因？没想到互动到你吧？什么？你刚刚没有在认真听我互动？好凶！认真。你是单身吗？是的。没人在乎。所以19年你怎么追的那个女生啊？没有追。喜欢不追，为什么？暗恋。暗恋啊？你有暗恋过女生吗？没有。你有点懵是吧？不知道每个问题都会问你一次哈。你准备好啊，蒙哥。所以你是单身？我不是。哦，你是为了他不是单身还是？你他。你在等他？他长大。万一你俩真的成了，让他当伴郎。他在后面当花童，牵着裙子，非常好。这一边很好。那你呢？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我喜欢甜妹，然后甜妹，安静一点，安静的甜妹，然后比较清纯。甜妹啊，今天有甜妹来了吗？单身的女生有甜妹的类型吗？那这个 ，Hello， 你好，小姐姐。你好，小姐姐，单身。怎么称呼你呢？梁小梁。哦，全名啊。所以你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帅哥。很好，我们尝试一下啊，有什么问题想问他的吗？说话。我大脑一片空白。大脑一片空白，我帮你问好不好？我找个朋友帮你问，拖把。你帮他问一个问题，你会问男生什么问题？我想摸一下你头发，可以吗？你是什么星座的？你是什么星座？我是天蝎。哦，情场浪子。开玩笑，不要用星座去评判。您是什么星座？他是水象天蝎。我也是水象天蝎。这都可以啊！水象和水象是不是比较容易在一起？说是。是。快点，你撮合他们俩，我撮合你们俩啊。
挺好。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可跳点舞吧。放弃。平时有什么爱好？啊，看跳舞，很好很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你帮他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结束。来，你会喜欢那个姐妹吗？那你直接问他，你喜欢他吗？这么直接啊？那你表白的时候为什么不这么直接？脸都红了，你。所以这个小姐姐是你喜欢的类型吗？你扭头看她一眼，转过去看，转过去，来对视3秒，来。OK， 所以他们两个对视3秒，可以。那你换个位置。好，来，站起来，站起来，来，你也站起来。他的眼角有钻啊！你也太精致了吧！来，站，两人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靠近一点点。等一下，别动！等一下。我这个姿势是好看的吗？好看。你放心，拍不到下半身，拍不到。19岁的弟弟，好好学一下，这是你这辈子目前难以企及的高度。来，两个人对视3秒钟啊，靠近一点点啊，好，3、2、1，好，可以。一会儿结束之后去加个联系方式，好不好？特别感，掌声送给这2个，好吧？OK， 差不多了。希望每个人也能找到那个真正你爱和他爱你的人，好吗？谢谢各位。谢谢二狗。OK， 感谢，厉害。那今天其实那个郭碧婷也第一次看我们二狗演出，对不对？您觉得？很好玩啊，听得懂。听得懂。看别人配对蛮有趣的。哎，郭是不是也是你的女神吧？应该郭碧婷。啊，对。然后你们俩互动一下啊！哎，看见女神你会什么样？二狗？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就是有点紧张。好，我怎么问呢？问你爱他吗？你爱他吗？我跪着说。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前面再加4个字，这么多年你还好吗？你知道有时候旁边的人问的这么直接，有一点尴尬的。谢谢我们二狗啊，也谢谢大家。大家看到了这么热烈、这么可爱、这么互动的一个演出之后呢，下面这个演出呢，大家会非常的冷却，因为下面这个演出会非常的狠毒。不是，是我们老是这么说。其实我们这位兄弟啊，他非常的热情，然后心也非常暖。这位就是我们嘴碎但是心热的翟佳宁来啦！哎，谢谢，哎，好嘞，行，咱们冷静啊！感谢各位，哎，你这今年确实哈取得的进步有点太大了，真的朋友们，我发现很多线下那些观众他对你就非常期待，而且有的时候也过于尊重。真的，我给各位讲个真事儿，去年年底坐地铁碰到一个观众，他认识我，对我尊敬到什么程度，我做梦都想不到他能给我让座过去。我当时就看那地铁车厢里头那什么老弱病残孕啊，我说现在后边缺个翟字了，现在给我弄得一脸茫然跟那站着，旁边有个大爷7、8十了站着，一脸茫然看着我，想了半天没想明白他输哪了哈，想1分钟实在是没忍住问我一句，兄弟，你怎么保养的？你这是？我瞅你不像啊，我瞅你就54，我看你。我挺不好意思，我说大哥你不知道，那幽默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呢。开玩笑，我上完节目获得最多的怎么可能是尊重的？就是挨骂嘛，是吧？真的，今年影响力提升了，你看挨骂都提升了。原来挨骂都只骂我一个人，说翟佳宁你这种人都能去线上，翟佳宁你可真垃圾。今年都不光骂我，说翟佳宁你能夺冠，翟佳宁你垃圾，那节目也垃圾。
朋友们，我说实话，遇到这种恶评，我心里就挺复杂，讲了半天就是先给他点的赞，完了再举的报啊。但朋友们，我跟你讲，哎，挨骂这玩意儿有好处，真的。朋友们，你看是不是很多脱口秀演员，尤其是线上演员，他们每年参加完线上比赛之后，都进入到了一个创作素材瓶颈期。我不一样，每年9月份才是我素材爆发期。你们谁被网暴过？这你知道黑粉粘性多强吗？这。有几个兄弟朋友们骂了我4个多月，4个多月，粘性强到什么程度？他们在我那儿现在是金粉2，现在是。我给那几个骂成金粉的人拉了个微博群，群名叫“金粉世家”叫。有个兄弟骂了我4个多月，哎，每天坚持不懈给我发100多个脏字不重样的，4个多月100多天，1万多个脏字。我们一个脱口秀演员专场就这么些字儿。骂我都开专场了，这专场名我都替他想好了，就叫 骂死他，你知道吧？必须骂死他。我现在每天的重要生活任务之一就是跟他们续火花，就是从早俺们对骂到晚上，我一点不夸张。明天我失踪了，比我妈能先发现。我现在人生最大的困境，朋友们，就是不敢在这个公共社交媒体私信区里打脏字啊，你知道吧？怕被人截屏发网上再盖一遍。你们有谁有那种就是被命运遏制住咽喉那种痛苦？就是我每天看着他攻击我的家人，攻击我在乎的一切，骂我这骂我那，我气得手都嘚瑟，隔着屏幕想了半天才回他一句：“你素质可真低呀！”真的很生气，朋友们。我有海量跟喷子对线的经验，朋友们相信我，绝大部分你无法理解。哎，给各位讲个真事儿啊，有一个应该是姐们儿，骂了我3个来月，突然就不骂了，给我发的消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说：“翟亚宁，对不起，突然 get 到你的魅力了。”哎呦救命！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骂你了，宝宝。这字儿，我真的，我当时就回他，我说坚持你自己，别让我看不起你，听见没？他说对不起，看到你的表现，真的感觉突然被你勾到了，求你了，不骂你了，加个微信，求你了。我当时就给他拉黑举报了，恶心。对。真的，朋友们，我这也是非常讲原则的。就咱俩要骂，咱俩就一直骂。咱俩打着打着架，你突然亲我一口，那算怎么回事是吧？朋友们，经常挨骂呢，你就会研究挨骂，真的不研究不知道。互联网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就说神奇的闲鱼，什么都有卖的。我在闲鱼上搜情绪宣泄，都有卖的，10块钱一条，附赠心理咨询。我跟你说，就这个单价，金粉世家现在应该欠我一辆车。闲鱼朋友们特别好，万物皆可挂。你有什么情绪出不掉，直接闲鱼下单单唠，怎么不算闲置变现呢？好。真的，你们经常挨骂呢。我经常跟其他脱口秀演员，咱们都讨论挨骂。哎，你们认识毛豆吗？我就跟他聊，毛豆跟我说：“翟，我感觉你说的有点道理，我也不理解网上这个骂人的标准，非常双标。你看付航说自己是猴。”所有的观众几乎都夸他，说付航好，说自己是猴，底色悲凉，高级，站在动物角度看人类。毛豆给我说原话：“翟呀，我说我是猪啊，那网民都怎么骂我？都说我再吃就快死了。”你看非常双标。你很多人他说自己身体缺陷，就爱夸。那黑灯说自己看不见，替少数发声，没有人心疼毛豆。你看毛豆多可怜，他肉眼可见的就是重度脂肪肝吧，黑灯都能看出来，这玩意儿随时要人命啊！而且未来几年他极可能继续得什么糖尿病啊、痛风啊、心血管疾病。
我查了一下，朋友们，脂肪肝占全人类30%，糖尿病14%，痛风1.5%，心血管疾病1%。就什么概念？就你这4个病同时得的概率一起乘，再乘以全世界70亿人口，44100个。我看了，咱们国家一级毛豆、藏羚羊都35万头，毛豆濒临灭绝了都，没人心疼它。咱们都听过那个段子没有？说什么黑灯为了赶开放麦骑共享单车，怎么评价他？说他勇敢。这都不是重点，朋友们，重点我查了一下，共享单车限制重量220斤，毛豆骑不了共享单车。黑灯骑共享单车，黑灯勇敢；毛豆骑共享单车，这自行车真勇敢，你看。真的，我挺讨厌那些在网上看段子上纲上线的观众。哎，我最喜欢什么样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句话是骂到我心坎里头了。他说：“翟亚宁，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这种垃圾演员？100%是那种低端的互联网下沉用户。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低端的互联网下沉用户，我就特意问的 DeepSeek。我以为 DeepSeek 就是下沉的意思，你知道吧？反应慢的就是低端互联网下沉用户呢。”他给的答案，出身于4、5线城市，这种观众不是跟我经历背景一模一样吗？我就是辽宁省鞍山市，就4线城市的。我最喜欢的观众就是4线的大哥观众，真的，我最喜欢的不是你们，我对咱们这种省会级别以上城市的观众更多是尊敬的，知道吧？真的。我最喜欢4线大哥观众，为什么呢？他们是我见过人生真正有大困境，但是从来不在网上骂人抱怨的人。我每年过年都回鞍山讲脱口秀，我今年过年就遇到一个大哥，他是我见过活在坎上的男人。70后给我讲他的创业经历，咱们就是98年手机快普及的时候，他开了电话亭；淘宝快火的时候，他开了服装店。完了，15年他炒的股票。实在是干不动了，20年攒了所有的积蓄，回鞍山买房子交的首付。大哥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给自己干成老赖了。我守大哥距离被强制执行就差买杯碧血冰城了，真的。我就跟大哥聊啊，我说兄弟，大哥咱都穷成这样了，你还能笑出来吗？他说兄弟，我就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笑不出来的？我说哥，你那都老赖了，老赖能把我怎么的，兄弟？我说老赖都限制消费了。他说限制我什么？限制消费？我用它限制吗？兄弟，你记住，没有人能限制我消费。我说哥，那咱现在主要靠什么活着？他说主要是搁超市里头给人打精，更主要是管最好的朋友借钱。多好，朋友们，都穷成这样了，都没上网骂人呢。人家这人生态度，无人扶我凌云志，挨个朋友试一试啊！这，谢谢。好，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翟佳宁。看过这场演出之后，我们不要管这翟佳宁叫翟佳宁了，叫什么？叫宝宝，叫宝宝。哎。哎，就是在网上看见人管你叫宝宝之后，你当时感觉怎么恶心？就是纯恶心，没有一种没有一点点就是心动了。他主要是先骂你，先骂你，再说你宝宝，你就感觉他就是故意来恶心你了。翟佳宁其实他整个这个脱口秀消解的自个儿又特别可爱，是吧？到最后这种感觉，他主要是就是给自己立了这样的一个跟观众对骂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啊。以后呢，塌不了房，就是观众如果晒翟佳宁跟他的聊天记录，说哎，这明星怎么骂人？翟佳宁说我是对了，我一直骂人呢。对呀，什么是对骂呀？不是对骂，是对骂。对。好，怎么样，仙女儿？您感觉他这段说的到达您的那个好笑的那个标准了吗？宝宝很好笑啊，宝宝很好笑啊。爸爸，你哎呀，说宝宝很好笑哦。
但是看到很多网友在叫他翟宝宝，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用 AI 做了很多翟宝宝跟他的合照，结婚照吗？对啊，对啊，一起结婚照啊，搂搂抱抱。我天天举报。report 这件事儿，其实尤其是脱口秀演员都，然后演完之后都要去看反馈，对不对？对。我之前看见过那种 report， 就是说我有破碎感，因为我的梗又破又碎的。然后呢，但还有就是那种，就是说现在有一点年纪了哈，然后呢，我演唱会完了之后，然后说哇好惊叹，4旬老人在舞台上又蹦又跳，又蹦又跳，说我4旬老人，还之前说过，就是我录节目的时候跟好多那些 idol 在一块录像，然后对他说好喜欢大老师这样的长者，对。郭老师，然后您本身那个看见过一些 report 吗？这 report 到底是什么？就是观众的评价评价是吧？啊，有一些记忆犹新的吗？对向左的。我还蛮喜欢看 report， 尤其是骂得狠的，我都会笑得好开心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骂人好有才，我自己没有那个脑子去想这些东西。哦，你觉得他们骂人的那个语句的结构非常精彩？对。骂的谁你笑得很开心？向左呀，扔他自己嘛。哦，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们郭仙女啊，前面一直有点拘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马上是她的脱口秀啦！从来没有讲过脱口秀，对不对？没有，这是第一次。这什么节奏？因为像翟佳宁，各位说的再好笑，就是大家都习惯了。是，但是郭仙女从来没有说过，我特别期待会什么样，所以各位掌声热烈鼓励我们的第一次讲脱口秀的郭碧婷，穿着晚礼服讲脱口秀，哇，也是第一次见，哇，好漂亮！哇，好美！大家好，我是郭碧婷。今天确实穿的蛮华丽的，因为他们跟我说今天是《小时代》主题，但来了一看，好像只有我是真的，你们其他人都在 cosplay。你们到底在 cos 哪个时代？就喜剧、偶像剧，果然差别很大。响了，爆了！第一次来喜剧节目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我还蛮享受这种好笑的氛围。节目组跟我说，脱口秀是一门很冒犯的艺术，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因为我不太懂艺术。他们说你今天是捧场大嘉宾，你负责笑就好了。那我还蛮擅长的。毕竟当年我是第一次被大家记住，就是演一个爱笑的义达女孩。但当时演义达女孩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怕自己一个人做不好，因为义达女孩是12个女孩。谐音梗，义达。我还蛮擅长讲冷笑话的，因为小时候别人就喊我冰山美人。但现在不是啦，都上了那么多热搜，再大冰山也化了嘛。我身上也有很多标签的，南湘、义达女孩、冰山美人、新手妈妈。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娃爱狗女。我家真的很多狗狗。不只是小狗、小猫、小兔子、刺猬。小动物我都很爱，朋友来我家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哇大房子，而是哇动物园。有时候我家的动物吵起来比我话还多，孩子跟我说：“妈妈，你好像迪士尼公主，住在城堡里，还每天都有一群小动物围着。”我说我不是，因为迪士尼公主唱歌非常非常好听，迪士尼公主去浪姐应该能成团了。是，你还知道？
现在已经很能坦然的做个美女了，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被夸漂亮很贬义，大家总觉得漂亮的女生没有头脑，但我小时候就希望自己很聪明，我的偶像就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我很想变成聪明的人。你看，有人说叫我黑长直，但从来都没有人叫爱因斯坦白短卷啊。但后来发现我是一个卷不起来的人，我真的比较佛系一点。他们都评价我是个淡人，有时候太淡了。新朋友第一次见到我，都会私底下偷偷问共友说，他是不是不高兴啊？我说我不是不高兴，我是没有头脑啦。开玩笑的，我没有不高兴啦，我只是很内向。因为对我们爱人来说，做表情其实很耗能量的。我给大家演绎一下吧。我这样是不高兴，我这样是有点高兴，那这样是很高兴，然后我这样是嗨，是你的益达。好，说了这么多，也到我的社交额度了。最后再送给大家一句名人名言吧。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祝大家不要露宿街头哟！谢谢大家，我是郭碧婷。台上很自然，像一阵清风一样在台上。我觉得他那个自然松弛的状态很特别。郭碧婷来说脱口秀了，然后穿着晚礼服那么大长裙子，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就说明了，只要对生活有观察，对自个儿有理解，然后喜欢跟大家互动，喜欢大家欢乐，都可以在台上去用这个艺术形式去展示，非常棒。谢谢，再次掌声送给郭碧婷。怎么样？讲完了，太奶了，挺特别好，好紧张。哎，好不好啊？好，好玩，特别好。因为最开始其实郭碧婷在讲这个脱口秀的时候，我跟小鹿那还捏把汗，就觉得说开场包袱一定要怎么样，特别自然。我本来想着说这个裙子直接罩住第一排观众，这个人一变黑大变活人，然后不能这样 ，magic。然后，但是我觉得整个讲的都非常顺畅，希望下次再厉，有第二个脱口秀，好不好？谢谢。但是我呢，向来就是说话呢比较就是说捧着说，然后但是你确实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一个人啊，他说话非常的直，要听他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这种脱口秀是会怎么样。翟先生，该您张嘴的时候到了。翟老师，就非得让我得罪人。哎，你怎么一定要得罪人呢？就是你就直抒心里啊，对，说真心想法怎么就得罪人了呢？对呀，莫非你的真心想法是得罪人呢？得罪人，对呀。好，我感觉长得好看是好。什么？你现在得罪了大量的人。郭老师到底这样，特别大这个。不要欺负宝宝。不要欺负宝宝！哎呦，已经成长了，厉害！完了，显得我更不是人了。对，没事。其实上台就是分享快乐，是吧？把自个儿的事儿说一说，每个人都可以说5分钟脱口秀，对不对？掌声再次鼓励。好了，下面就要开始登场的是我们的新人演员了。我不知道是哪位主理人这么有眼光。其实我来这个节目，我想说，我不知道谁这么有眼光。周仲流，如果是周老板的话，那我就感谢周老板，包括导演，我得感谢导演。池哥有眼光，那得感谢导演，感谢才哥，感谢优酷 TV， 感谢，都得感谢。亢奋。那么第一位新人演员呢，是我们的熟悉的老朋友。好，要开始了。
他和他的岳父都很擅长用眼神啊人。掌声有请大齐。Hello， 哎，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跟前2期脱口秀展现的不太一样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脱口秀散文。理解什么叫脱口秀散文吗？顾名思义啊，整体内容没什么固定主题，比较散。大家觉得 OK 吗？ 好，说到伞，下雨就要打伞。去年有一天我在上海啊，坐地铁，遇见了一个大暴雨没有打伞的小伙子，浑身湿漉漉的，在地铁上给他老婆打电话，3句话就给我感动到了。第1句话他说：“喂，老婆。”第2句：“你放心吧。”第3句，他说：“我是打车回家的。”能感受到吗？小伙子互漂为了多挣点钱，骗自己老婆说打车回家。我当时真特别感动。就在这时候，我太太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我也想感动她一下，马上抄走了刚才那3句话。我说：“喂，老婆，你放心吧，我是打车回家的。”他说：“你为什么没坐地铁？”但下一句话说完之后，我特别感动。他说：“我还打伞在地铁口等你呢。”真是太感动了！当时我怕他跟我走散了，马上把视频拨过去了。他在家敷面膜呢。说到这个面膜啊，你说咱们保护脸蛋的时候有面膜，咱们爱护头发的时候有发膜，那咱们爱护爱开车的人的时候有什么？有爱斯基摩。说到司机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多人现在开车的时候啊，就会变得特别没有素质，路怒。这人平时可能是一个正常人，一摸那个方向盘就变得特别暴躁，像疯狗一样乱咬人，感觉他那个方向盘上涂了狂犬病毒。不开车的时候翩翩有礼，一开车的时候做回自己。我前一阵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司机，我在高速打了一个顺风车，那哥们儿有点太急躁了。开得巨快，而且来回反复变道。我说：“哥们儿，这高速啊，咱为啥来回变道啊？”他说：“你没看见后面那车也来回变道吗？”我说：“哥，后面那车来回变道，跟咱有啥关系啊？”他说：“这我不得防守吗？”他要防守，一旦有个车给他超过去，方向盘不服了，骂那个车，各种脏话骂那个车。你说他骂这么脏有什么用呢？他骂的再脏，他又听不见。那天他所有的脏话在我这个副驾听来就是骂我的。有时候说实话我能理解，你说男人有时候开车希望开得快一点，把别人防在后面，抢在前面，对吧？但你说骂脏话对防守有帮助吗？肯定没有帮助。你看哪个体育运动项目，比如打篮球，你盯着对手说你带，肯定没帮助啊，太傻了。我前一阵就这么让人骂了，那哥们儿开车给我追尾了，下车他就把这个案子判了，他说你全责。你怎么你瞎呀？后脑勺没长眼睛啊？撞你不知道躲呀？他说的有点太理直气壮，我懒得搭理他。我说我已经报完交警了。他更生气，他说我告诉你小子，法治社会拯救了你，你得感谢交警，是交警今天给了你生命。他这两句话说完，我有点笑了，因为我脑子里出画面了。你就感觉别的小孩出生是在产房，我在交通岗；别的小孩是医生给他接生，来，出来了，宝宝头出来了，哎，身子出来了，我是交警给我接生，来上，来往这上。我当时觉得他有点太傻了，我就随便了，不爱搭理了。我心态好，我在那摇头尾巴晃的，我气他。我一会儿用脑袋画一个 S， 一会儿脑袋在一块画一个 X， 思想，巧妙。有思想的人不爱吵架。他看我不搭理他更生气，他指着我鼻子说：“我告诉你啊，小崽子，就你这样，2年前眼镜给你打飞的。”我当时听我说：“哥们儿，你别吹了行吗？
2年前我不近视。我媳妇儿开车就不一样，我媳妇儿开车从来不骂人，她是那种特别专注的开车。她开车专注到什么程度啊？她开车的时候，可以不玩手机，不听音乐，不看红绿灯。前两天有个红灯没看见，我提醒她，我说：“哎，红灯！”她把车刹那儿就开始瞪我，说：“干嘛呀？干嘛？一个红灯你跟我这么大声说话啊？红灯重要，我重要啊！你跟红灯过去吧。”你让红灯给你生孩子，给你生个小灯。这是我媳妇儿惯用的一套骂我的词儿。她但凡在她心里啊，觉得什么比她重要了，她就跟我来这套词儿。所以现在在她的嘴里，给我生过孩子的有台球，有马桶，还有周奇墨。我跟我媳妇儿就是这样，她总欺负我，就感觉我们2个人关系就像红太狼与灰太狼。但我特别想当一次红太狼，我到时候就拿个平底锅，只要他再过红绿灯的时候没看见红灯，我就给他一锅；没看见红灯我就给他一锅，到最后他都应激了。以后只要看见我拿锅，他就必须给我停车，锅必停。左转灯看不见怎么办？向左。哼，说到向左呀，哎，你们觉不觉得向左这个名起的，像是在交通岗出生的？向左，向左的气质，跟我小时候学校一个特别有钱的哥们儿非常相似。那个哥们儿有钱到什么程度啊？你们见过在学校门口发钱的哥们儿吗？我遇到过一次。那天早上我没带钱吃早饭，那哥们儿给我拦住了，说：“来，这5块钱给你了，去吃早饭吧。”我特别感动，受宠若惊。我说：“谢谢哥。”他说：“不用谢，一会儿还我6块。”每过1个小时多还我1块钱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什么叫做《小时代》。哎呦，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哎呀，说到《小时代》呀，《小时代》这是我见过最有格局的编剧写出来的东西。你们看过《小时代》吗？看过，都看过是吧？在那个剧中呢，南湘几次背叛顾里，但顾里最后送给了南湘一套北京的房。我当时在想，这个剧的设定，你说顾里学的是经济学吗？你这玩的不成功学吗？那些背叛我的人，我都给他一套房；那些忠诚于我的人，我给他一个小区，不还是谈笑间吗？听懂掌声。我就希望我们节目组学学这个格局，别不好笑露宿街头，咱们就叫不好笑就睡总统套房。那些不好笑的演员，我们都让他睡总统套房；那些好笑的演员追随于我们这个节目，不还是谈笑间吗？听懂掌声。我今儿就跟大家演这儿了，谢谢大家，我是大齐。好，谢谢大齐，好棒啊，大齐！谢谢大老师，太棒了。哎，你这提供掌声是什么东西啊？我没明白那个。有个成功学大师在网上之前火过，特别火哦。他就是那些背叛我的人，我都给他100万；那些追随于我的人，我给他1000万。不还是谈笑间吗？听懂掌声。好像。哦，这就谈笑间啊。对。我好喜欢一段脱口秀，莫名其妙哪儿都不挨哪儿，就是愣说，说到这个什么就是愣说。对。特别符合 ADHD 的那个症状，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愣说。你怎么想到这回来个散文？其实你是倒着想的吗？
不是，我这个形式是我最近在上开放麦的时候啊，咱们脱口秀演员好多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写东西的时候不是一下把一个完整的东西写出来的，你是这块写一个包，但你这个也想练练，这个也想练练，然后我为了我在开放麦当中衔接比较自然，不那么奇怪。哇塞，还不奇怪吗？愈发奇怪，有点奇怪是吧？但是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其实很好玩，特别的无厘头，对，好玩。对，这边还说是这个，说到那儿太逗了，说什么那个，你说那什么交警让那个小孩出来那个，来上，来往这上。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说，他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然后孩子咬出来的时候，他给他妻子放我的那个视频。小孩往外出来，我在那说厉害。然后一生出来以后听倍儿爽，就是这个 feel。对了，对。而且今天还是嘉宾定制脱口秀，哎，对，量身定制好几个梗，什么郭碧婷向左，对，没想到任何这个预期，然后直接就转到那儿了啊！您觉得怎么样？您看着能听懂吗？能听懂啊？可以，听懂掌声，听懂掌声，来，挺好玩的。就是你媳妇给你生那么多孩子，你们是有孩子的吗？啊，有孩子，我太太给我生了一个孩子。啊，刚有一个孩子哦，3岁多现在。哦，恭喜！谢谢，挺有诚意的感觉。哎，注意你的语气啊 ，sorry 啊，这么冒犯吗？不要讽刺！哇塞，今天这发型很像王嘉尔啊！掌声再次给我们大齐！谢谢。大齐连续3次上场，还是很稳，而且大齐这个人，他上台就是有松弛感，不急不躁的，然后慢慢讲，还是很松挺稳一个人。大齐，我感觉他这稿子好像是量身打造的给这个节目。如果他这个是他现创作的，我觉得他特别牛。大齐确实连着说了3场了嘛，因为他确实很稳，然后又适合开场，所以主理人可能把他安排到开场，给大家开一个变一个好场子，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你好，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哎呀，街拍呀！嘿，你看咱出门也没捯饬，哎呀，下不为例呀！啊，拿我当人肉货架啊！咔咔一顿拍，咸鱼还能拍出钱来？上咸鱼，想要赚钱你就拍。我衣服呢？你就拍，潮流配饰都能拍，赚钱哪种也能拍。上咸鱼赚一笔，拍得多，赚得多。别把我给卖掉了，退单。干啥都先上咸鱼。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那么呢，接下来这位新人演员呢，来头不小，掌声有请思源。哎，大家好，我叫思雨，也是那个三胡相手主播。这个节目主要是我跟贾亚宁一起做的。贾亚宁呢，跟我是发小，认识快20年了。哎呀，大宅回来了，晴天就有了。垃圾，就指望这梗，我跟你说。人扁唱，没有主心骨，不重要，不重要。跟大家第一次录节目，不想给大家丢人，证明一下哥们儿还有点实力。掌声有请思源。翟佳宁的哥们儿啊。哎，大家好，我叫思雨啊。第一次录综艺，很紧张啊。但是呢，导演跟我说，你不用紧张，咱们长沙观众啊很热情，他们录的综艺比你还多。是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确实啊，现在很多那个脱口秀综艺，对不对？然后很多演员呢也都火了，对吧？但有个现象大家不知道，有很多同行啊会蹭那些已经火的演员，不劳而获。说实话，这种行为非常卑鄙啊。但是我也理解他们，因为我就是其中一员。
对我能来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啊，叫翟佳宁啊，叫翟佳宁，也是去年的冠军，对吧？对。说实话哈，他夺冠之后呢，我俩的关系呢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啊。他从我的好朋友变成了我的一生挚友。我的soul mate呀，又soul mate，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俩是这个初中同学啊，真的，今年是我们俩刚好认识20年了，20年了，对，所以他能夺冠，我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哈，他如果火的话，他会帮我的，他一定会帮我的，因为首先我俩认识20年，对不对？并且啊，这20年期间，我俩之间所有的聊天记录我全都保存着，好吧？并且还有备份，知道吧？我用了10年网盘呢。翟佳宁夺冠当天是我充值会员第1天。我只是在分享朋友成功的喜悦，对吧？简称分成啊，分成。而且朋友们啊，由于我这个想分成嘴脸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很多同行都知道了。我一点不夸张啊，他夺冠当天，很多同行给我发微信。他说：“思雨，恭喜你呀！”哎呀，我以为我夺冠了，你知道吗？我当天就把我的微信签名从"谁有不如自己有"改成了"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太好了，这个只要我要，只要他有啊，非常开心。而且当时啊，真的，我知道他夺冠消息那一刻啊，我当时人呢是在这个小剧场演出啊。哎呀，那演出演怎么说呢？那场哈，就是我作为一个表演者，我比观众还开心啊！观众没笑，我先笑了。我演完之后呢，跟那个剧场老板说：“我说，听说了吗？翟佳宁夺冠了，演出费我就不要了。”这啊，这俩事有什么关系吗？我说做人呐，不能既要又要啊。那老板很客气说：“哎，行，谢谢思雨老师啊。”我说：“哎，但有一点啊，以后你不要再叫我思雨老师，请叫我翟佳宁最好的朋友。”而且真的各位，这一段之前在线下讲过，有那个观众会私信我，他说：“思雨啊，你能不能努力啊，不要总吸血，好不好？”我跟你说哈，能说这种话的人哈，他身边朋友大概率混得不好，真的，你能理解我吗？我俩认识20年呢，他好不容易火了，你说你连续买彩票买20年，好不容易中奖了，你能不兑奖吗？是吧？必须兑奖是吧？而且各位你想想，你们想想，翟佳宁那么多同学呀，为什么偏偏我蹭到了呀？对吧？难道真的是因为那些聊天记录吗？不是还有录音跟视频吗？确实，我现在人哈喜好都变了。哎，我以前哈我喜欢这种小猫啊、小狗，很喜欢啊。我现在啊最喜欢的动物是那个蚊子，真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蚊子啊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的时候，我跟它有共鸣。就包括蚊子落我胳膊上要叮我的时候，我都不拍它。我说兄弟，我懂你，吸吧吸吧吸吧。吸吧，我太喜欢文字了。我知道这个很生硬，对不对？很生硬，但这梗再硬，也没有我跟翟佳宁的关系硬，好吧？现在我这人哈，就是这个音乐喜好也变了。哎，我以前听歌，我是特别喜欢听那个大张伟老师歌。哦，以前啊，那，哎，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主要是大老师人在现场啊，人在现场。但是朋友们，有首歌哈，他那个歌词每句话都唱我心里去了，每一个字儿都是我想跟翟佳宁说的话，就是那个，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时光时光。哎，我不是把翟佳宁当我父亲啊，不是当我父亲啊，我俩毕竟还是兄弟啊，毕竟还是兄弟，对不对？但是长兄如父啊。现在翟佳宁是有点火了，
但是其实我也担心啊。你看我表面说我很开心，对不对？但其实我也很焦虑。我现在为止啊，最大的焦虑就是担心大宅交到新朋友，忘了我这个老朋友啊。所以我经常能说，我说宅呀，你现在火了，你知道吧？得留点心眼儿，你知道吧？因为你现在遇到人哈，他们是表面跟你搞好关系，背地里图你点啥，很复杂。而我不一样，我只是单纯图你点啥。而且还有人酸我呢，说也思雨，怎么感觉这翟亚宁夺冠之后，你比翟亚宁爸妈还要开心呢？我说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翟亚宁爸妈呀？那是咱爸妈。哎呀！不过呢，其实比起我不努力啊，我真的是担心大宅不努力，真的。因为我去年问他，我说大宅，你看今年有什么打算啊？去年冠军也拿了，这还有什么上升空间吗？大宅跟我说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他说冠军只是一个节目的上限，但绝非是我人生的上限。我说太好了，哥们儿，就等这句话呢，我去。你切记，你越努力，我越幸运，好吧？好。其实我讲那些并不是呼吁大家去蹭身边朋友，如果大家身边有朋友过得好起来了，大家不要去酸啊，不要去嫉妒，因为我是真心觉得哈，你的朋友好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不对？你想想，如果你朋友好了，他帮你，你过得更好；如果不帮你的话，你只会是没有变化，没有任何坏处，对不对？所以我是真心觉得哈，就是咱们努力啊，还得靠自己奋斗啊。如果实在不行啊，还有佳宁，是吧？段子部分呢，就到这差不多结束了。我呢就不谢谢大家了，好吧？我呢谢谢大宅呀。谢谢大宅，还来，快过来磕头。谢谢大宅之前，还要先谢谢自己，谢谢思源，谢谢。你好适合录脱口秀回来的朋友，你就是那个朋友。这么多年，你那个网盘里头有什么东西？因为你越说我们越想看，大家想看吧？越说越想看。其实有一些照片，有一些照片。照片？那是高中时候的照片。对。哪个是大宅呀？拉拉脸那个就是。翟佳宁从小就感觉不好接触啊，这人哈。他小时候总被欺负，所以他的面色一直不太好，就是。啊，他这样老被欺负呀？他小时候经常被欺负。他老欺负我小时候。小时候他1.4米，那时候就谁过去都踢一脚那感觉。真是。你也踢吗？我偶尔踢。现在不踢了，现在。但1.4米很容易踢空啊。还有吗？还有个照片，就是那个大宅现在就是老会问我一些问题，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不是很奇怪吧？就他情感问题。对，不会跟人交流啊。他一般什么时候问我？比如说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他跟谁？跟一个女生谈恋爱。跟女生啊。对，这个记录也是。你聊天记录真有啊！真有。这都是21年的事儿了。真有啊！当时是那女生工作比较累，问大宅说：“哎呀，明天好累啊，怎么办什么的？”问我怎么回，说在人间有谁过得不像炼狱？我以为出个梗，我说你发过去吧。他说还加了个贴，没理我俩。现在哇，这朋友要断是不是？哎呦，你们看过那个少林寺吗？刘德华有一个特别经典台词，就他不死我睡不着啊。哎，那我们特想知道大宅夺冠之后有什么实在的帮助吗？啊，其实有。我其实这个人不在乎名利，你知道吗？我主要看重食物，我喜欢食物。大宅他火了之后，有很多品牌方赞助衣服嘛。然后我以前特别胖，为了他减肥了，然后穿他衣服。他瘦了50斤。你为了捡漏捡他衣服，你减肥是吧？他多重我多重，现在就是。之前也去咱家拿一些就是什么吃的呀、用的呀，都拿来不少。他还发了个视频，还有视频啊？看看。我说实话，咱哈，我每次扫别人家冰箱去了啊。烧麦肉啊，袋里装一堆了，这个酱啥的，梅菜扣肉、馅皮儿，预制菜都哪有了呗？拿，主要你不做，你没有时间做，牛卷拿，我就是整火锅啥的，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啊，朋友们，非常好啊。衣服就不拿了，衣服它冬装没上，等冬装上货再来一波。
衣服不拿了。他都来咱家都多余了，给我撵出去就行。其实，咱们能说点心里话，就是你会高兴吗？就是说朋友帮你分享这些你家的肉啊什么的。他高兴，肯定高兴。对，你肯定高兴，你替他高兴，对，就是你什么感觉？其实那个没啥感觉，就是都是应该做的，都是应该做的。因为我原来就是啥也不行的时候，他也没少救济我。原来最早我刚去杭州讲脱口秀的时候，是吧？他先讲的。哦，他先讲脱口秀的。他先讲的，他比我早讲2月，完了领我去各个俱乐部认识各个老板。你当时看完之后觉得这样都可以讲，我也可以是吗？哎呦我可不咋的。然后他就领我去之后，那时候原来不是蹲工地嘛啊，然后为了脱口秀辞职那个真空期啊，那1-2月找工作的时候，然后他一直鼓励你，他经常请我吃饭。对，这都是啊。其实段子很多是玩笑，我真想说的是，朋友之间真的要为对方的成功感到开心，真正的好朋友都是在互相成就的。哇。要不是思雨，其实是会投资了。对，天使股。现在就属于还债，这是。天使轮确实，对，你得一直分他股份。但是他这确实没什么出息啊。怎么了？讲挺好的呀。咱们还没咋地呢，你现在就这点，你等咱们再出息，咱一起飙劲儿。我先咬住，怕你跑了呢。先咬住。有点得意太早了，我希望咱们再努力，走上更大的舞台，那多好。真的是，你努力吧。你努力没有咱努力，只有你努力。哎，您有本身就是什么好朋友的故事吗？好朋友啊。对，您的姐妹那些一起玩的。因为我其实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跟我有点像，就是特别懒，不太联系。什么？都懒得联系啊。那你们怎么认为彼此是好朋友呢？反正在心里。哎，那碧婷跟小时代的姐妹花，现在你们联系也还是很频繁的不？就跟刚刚说的那样，懒得联系，但我们心里是最好的朋友。因为现在年代不一样嘛，就是那个反正有微信嘛，就大家那个群组就在那，想说话就说话，不说就不说，就比较有八卦的时候就上去聊一下这样。哎，那向佐应该朋友很多吧？他就爱聊天，爱跟别人交朋友，一块玩什么的。应该是吧。好嘞，我们已经明白那个群里的气氛了，对不对？就是小本老师一定认识很多服装设计师，了不起了。因为我是听说啊，其实在翟佳明没在这个现场的时候，你去试这个笑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效果特别良好，没人笑。对。但是你看，朋友一来，有如神助啊，这就是真正的好朋友。祝贺你们，神仙友谊！祝贺！我挺羡慕这种时间很长的这种友谊。我和张美楠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感情，这人太抠了。我觉得我不会蹭包海，包海如果有一天火的话，他得骑我脖子上拉屎。